首先给不知道新闻的人先阐述一下啊，今年3月底，育碧将《刺客信条：孤岛惊魂》和《彩虹6号》等核心 IP 拆分出来成立了子公司，且腾讯以11.6亿欧元购买了该子公司25%的股份。而就在子公司成立后的第一款游戏《刺客信条：黑旗》Remake 版本的传说越来越接近板上钉钉的时候，传来了新公司联席 CEO 即将就任的消息。他的名字叫做查理·吉耶莫，同时被任命为联席 CEO 的还有在育碧任职超过35年的蒙特利尔工作室创始人克里斯托弗·德雷纳。查理·吉耶莫由育碧母公司创始人兼现任 CEO 伊夫·吉耶莫所指派，等等。为啥他们都叫吉耶莫呢？没错，查理·吉耶莫正是伊夫·吉耶莫的儿子。这不禁让我对黑旗 Remake 版未来的表现感到了一丝担忧，因为咱们的查理少爷以前是搞 Web3 游戏的，就是 NFT 虚拟币那一挂的，而且我们的查理少爷也没有任何成功的履历，我不禁开始脑补他对于游戏开发到底了解多少啊？就这么一号可以说是毫无游戏开发经验的人物，真的会在未来带领育碧最有价值的3个 IP 走向成功吗？这个新闻让我觉得育碧从之前的失败中没有学到任何东西，他们几乎一定会重蹈覆辙。就比如他们最新的财报啊，竟然还声称啊，微交易会让游戏变得更加有趣。这家公司为什么会变得如此 delusional， 与玩家和现实脱节的如此严重？本期视频将告诉你这个新上任的儿子 CEO 意味着什么，顺便带你看看他们新财报里面有什么乐子，理解一下育碧这家公司病症的根源，以及腾讯的真实想法是什么样的。大家好，欢迎来到对我频道，我是老九，在这里我们一起剖析第9艺术的真谛。一听到查理上任子公司的这个消息啊，我的第一反应是，更有经验的克里斯托弗将变成查理少爷的保姆，会在需要的时候收拾残局，然后无论发生什么，查理都会获得所有的功劳。我们的查理少爷显然是猜到了我的想法，他在近日接受采访时说道：“我的任命不仅仅是出于家庭关系，也关乎育碧目前的需求。所以你当上 CEO 确实是因为你的 last name 叫吉耶莫，没错吧？”过去10年，我在育碧内外积累了丰富的经验，领导团队，管理品牌，并在快速发展的行业中引领变革。什么丰富的经验？是失败的手游，还是 NFT 游戏呢？最重要的不是我的名字，而是未来的工作。育碧正处在一个关键的转折点，我的任务是为公司注入活力，凝聚焦点，并依靠团队中已有的强大专业力量推动前进。那为什么不找一个有成功经验的人，而找你呢？我把自己定义为一个贡献者和支持者，目标是创造最佳条件，让每个人都能发挥所长。更重要的是，游戏行业就是我想扎根的地方。哇！听懂掌声！掌声在哪里？掌声！这里独一无二，创意、人才与技术在此激烈碰撞，动态交融。你永远需要适应新平台、新理念和玩家不断变化的新期待，这正是最吸引我的地方。家人们，《刺客信条4》重制版的 NFT 皮肤即将限时上架。这番言论看似慷慨激昂，但是我听到的还是大公司那一套表面工程的官话套话。为啥呢？其实早在2021年他就已经离开了育碧公司，因为他做的决策被所有人讨厌。当时他负责的一个叫做《汤姆克兰西攻坚特勤》的手游，因为使用了 Black Lives Matter 的相关图片，不仅被黑人团体讨厌，游戏玩家也对他在游戏中加入政治议题的行为感到十分的反感。今年更早之前5月底的时候，就有新闻说什么育碧 CEO 已牵头组建由包括其子查理在内的10名核心成员构成战略委员会，将在未来100日内制定公司振兴方案，带领育碧走出近期项目困境，并确立全新的发展路径。现在看来，这个动作的目的本质上就是他在为他儿子的上位铺路。而且对呀，他们的公司为什么需要振兴，需要走出困境呢？因为《刺客信条：影》根本就是大失败，育碧这家公司对我来说已经毫无信任可言。那些类似什么刺客信条影突破300万玩家记录，什么游戏时长超4000万小时的这种新闻根
本就是营销广告。人们不想错过正在发生的大事，看热闹、喜欢八卦是人类作为社交动物的天性，而他们利用人类的弱点，制造大家都在玩这个游戏的假象，欺骗消费者去购买这个所谓的划时代大作。其实不止育碧一家公司这么干，几乎所有的公司都是这么干的。我看到就烦，只要是他们的产品不是差的太过分，你往往在新游戏、新电影、新主机发售的第一波营销里看到的都是从各种角度的所谓打破记录，人们会因此兴奋，因此 hype， 但这些都不过是精心设计的营销罢了。不要轻易相信传统游戏媒体，更不要相信游戏大厂，你需要的是真实玩家的声音。再说说他们家最新的财报，也是一个德行，更让人觉得他们已经是无可救药了。这份文件第10页最引人注目的开篇便指出，育碧是电子游戏行业的领导者，并凭借独特的生产组织构架脱颖而出。电子游戏行业的领导者？什么玩意儿？你再说一遍 ？What the？ 我们采用的尊重玩家体验且长期可持续的变现与参与策略，是育碧开发付费游戏的黄金准则。黄金准则，大家听好了啊！黄金准则要来了，确保玩家无需额外消费即可享受完整的游戏体验。我们在付费游戏内的微交易设计，始终以提升乐趣为宗旨。所以你指的是花钱直接开地图，还是故意卡经验值，然后卖经验值加速包呢？无论是角色的外观定制，还是加速升级功能，都保持了非强制的属性，旨在为玩家提供更多个性化的选择。所以你就是故意拖慢我的升级速度呗。而且这些个性化的东西，我原本不用花钱就能解锁的，对吧？真的是给我都看笑了。从来没有见过一家公司把反消费者的行为粉饰得如此的堂而皇之，自己深陷危机而不自知，而决策层对潜在危机的漠视，更是让我觉得他们有多么的短视。这更加印证了我的猜测，就是这个分公司的儿子 CEO 绝对会是一个灾难有的人可能会说了，不是还有联合 CEO 克里斯多夫·德雷纳吗？确实还有德雷纳，但是他虽然经验丰富，可作为联合 CEO， 他的决策权在我看来十分的有限，特别是在资源分配、项目优先级或者是创意方向上。如果吉耶莫家族通过查理·吉耶莫的影响力主导子公司的战略，那德雷纳的专业经验肯定会被稀释，甚至沦为象征性的角色被架空，而难以扭转潜在的错误方向。而这正是育碧最明显也最根深蒂固的顽疾。入不敷出的育碧正在加速裁员，而被裁的永远是最基层的美术、程序和 QA， 而不是拍板决定游戏方向、拍拍屁股就上 NFT 的那些高管。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育碧的高层结构已经僵化的无以复加，甚至你可以说它已经是被吉耶莫家族私有化了。什么叔叔、婶婶、大姨、儿子，在这样一个裙带关系密布的体系下，真正懂游戏、爱创作的人得不到话语权，反倒是一批从未做出过优秀作品的人站在最上面指手画脚，内部缺乏监督，外部缺乏问责，管理层和市场和玩家早已脱节。老吉耶莫竟然在股东大会上告诉股东都怪玩家对刺客信条引的期待太高了，玩家们的差评是因为他们太敏感了，星球大战亡命之徒卖的不好是因为星战的品牌不行了，不是我们拉垮的玩法和 bug， 反正千错万错不是我们育碧的错。然后他还装傻充愣，非要说停止杀死游戏不现实，说公司不可能永远运营一款游戏。然而玩家要的只是一个离线模式，或者是任何可以让玩家保留自己花钱买下的游戏的解决方案。这都不仅仅是对不起玩家了。都说资本逐利，别的公司好歹为了盈利苦了消费者，也还能给投资人赚钱，他们这么做连对投资人都是不负责任的。毕竟育碧可是一家上市公司，它的失败不是一个家族单独承受的，而是全体员工和股东的集体损失。我觉得最惨的就是那些新成立子公司里的普通员工了，他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一个毫无实战经验、过去战绩一团糟的少爷空降到他们头上，还要强装微笑，配合他伟大的愿景。如果游戏做成了那是少爷有远见；要是失败了那就是执行不到位。
会，是底层不努力。查理·吉耶莫不会承担任何责任，因为他是老板的儿子。而那些真正做出东西的人，却可能会连夜打包走人。育碧这家公司真的是经历了一个从神坛跌落到谷底的过程。我还记得当年第一次波斯王子里面体验到的那种跑酷机制，那种可以上下翻越在墙上奔跑的动作系统，在那个年代可以说是革命性的。它不只是一个游戏玩法这么简单，而是当时游戏开发者想象力与冒险精神的展现。到如今《刺客信条：影》必须靠争议性话题才能维持热度，他们的游戏机制早已停滞不前，公式化的开放世界，地图越来越大，任务越来越空，玩法越来越重复。他们的游戏不是因为有故事有灵感才去做任务做支线，而是为了做任务而做任务，为了填满 KPI 而填满地图，完全就是倒行逆施。这些由家族成员组成的高层管理者对项目往往过度干预，把整个开发流程变得前所未有的僵化。为了规避风险，他们强行要求一切都变得安全，变得可控，结果就是开发团队根本没有发挥自己创意的空间。那些真正懂游戏、热爱创作的一线人员被一张张报表和审批流程捆住了手脚，最终只能做出一款又一款看似庞大实则空洞的罐头游戏。这家公司现在正一步步的走向自我毁灭，而且速度越来越快，而这些高管却全然不知。牛逼！其实早在我这个频道的第3支视频里，我就说过对腾讯注资育碧的看法。当时我的原话是，这是育碧的断臂求生，他们的公司架构已经臃肿的不成样子，如果不赶紧找金主输血，别说是新项目，可能连下个月的工资他都发不出来了。我想再次重申一次，腾讯的这笔投资并不是什么拯救，而是一场彻头彻尾的魔鬼契约，一份用时间换空间的苟延残喘。腾讯以11.6亿欧元买下25%的股份，确实缓解了育碧的现金流危机，但它并没有治好育碧的那种只会做罐头游戏的老毛病。如果这家新子公司依旧无法在玩法上推陈出新，那么这艘正在漏水的老船迟早还是会沉。问题的根源从来就不在钱，而在人。尤其是像查理这种不了解玩家需求也能当上 CEO 的人啊，有人可能会说啊，找亲儿子来当 CEO 是为了防止腾讯哪天翻脸不认人，把这3个核心 IP 强行夺走啊。是的，从家族控制权的角度来看，这是可以理解的，毕竟血亲坐镇，至少心里踏实些。但是问题在于，这个亲儿子从履历上来看，更像是一个纯粹的资本执行人。你从他过去做 NFT 游戏、做手游、搞所谓的 Web3 变革的背景就能看出来了，他对游戏的理解不是从玩家的角度出发的，而是从商业工具的角度出发的。我不是说 Web3 一定不好，我也不是反对手游啊，只是这些技术本身并不该成为目的。如果你的游戏是为了融入 Web3 而去融入 Web3， 而不是因为玩法天然需要 Web3， 那它注定就只会是一个新概念的噱头。而查理过去负责的项目恰恰就是这类脱离玩家、脱离体验、脱离趣味的产品。说白了，他就是那种会拿着 PPT 然后告诉你啊未来趋势如何如何的那种人，而不是一个真正能够做出一款爆款游戏的领导者。这个查理来当 CEO 给我一种什么感觉啊？给我一种他是来做这个 internship 的，他是来实习的这种感觉，跟儿戏一样。我们其实早就看到了这类人掌权游戏公司后会发生什么。多少游戏公司的高管根本不玩游戏，他们只看数据，只关心利润，结果却和玩家越走越远，最后做出一些根本没有受众的游戏。反过来你去看那些真正成功的公司，不管是 Valve、拉瑞安还是小岛工作室，他们的领导者都是活生生的玩家，他们知道玩家想什么、要什么、缺什么，他们不是在模拟创意，而是真的自己有创意。而育碧的问题说到底就是不愿意从根源上替换已经完全失灵的管理结构。真的，从他们现任 CEO 伊夫吉耶莫说出碧海黑帆是4A 游戏的时候，就早应该让他退休了。而且不只是他，整个吉耶莫家族都应该退出管理层。他们一边嘴上喊着啊新公司要转型，一边继续重复导致自己失败的那一套决策流程。而在未来，他们也必然继续在流水线上重复制造那些没有灵魂的罐头游戏。而这也正中了腾讯的下怀。你以为腾讯只是一个投资者？不，它更像是一个精明的猎手。
他不会急着出手，而是一步步的围猎，先注资控股，稳住局面，然后看着你继续失误，继续亏损，继续让品牌贬值，等到你真的不行了，再由他开出一个你无法拒绝的收购条件，最终把 IP 悉数收入囊中，干干净净的摘下最后的果实。所以这次查理吉耶莫的上任，在我看来根本就不是转机，而是育碧被腾讯猎杀故事中的一个简单注脚。育碧这家公司现在既缺乏创意，又缺乏自信，还缺乏真正懂游戏的领导者。未来也许我们还能看到刺客信条、孤岛惊魂、彩虹6号这些名字，但他们所代表的内核可能早就已经死掉了。Later， 如果说吉耶莫家的查理公子真的能力挽狂澜、一鸣惊人，那其实我还是相当乐见其成的。毕竟《刺客信条》这种陪伴我成长的系列游戏，在我内心深处还是希望它能有一个光彩的未来的，而不是在争议与口碑的崩塌之中黯然退场。但是历史早已无数次告诉我们，那些靠裙带关系上位、缺乏一线经验的人，很难真正理解玩家的需求，也很少能够带领团队走向正确的方向。他们或许懂资本，懂管理术语，却不懂玩家真正想要的是什么。而游戏玩家最需要的，从来不是 PPT 上的愿景，而是用作品说话的实干。所以如果育碧真的想要重生，靠的不是腾讯的书写，不是继续窝在家族温室里的自说自话、自欺欺人，而是真正放权于懂游戏、懂玩家的人。只有让创意重新成为这家公司的核心驱动力，他们才有机会重新赢得我们玩家的信任。Anyways， 欢迎收看第9频道，感谢大家的陪伴。如果你也有对育碧的看法，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也别忘了订阅、关注、点赞、收藏。我们下期见 ，Peace。这特好 I don't give a damn。我天，我觉得我是帮你省了100万，天哪，特好特好，你看你自己看。